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看几颗兰花它们换盆背后的一个故事。其实这几颗兰花呢，它们其实换盆的时候我照的相没有很多，基本上是给我自己做一个记录，所以它们都不能够独自变成一个影片。但是因为我其他的兰花呢，现在冬天正在长花梗，来年的春天会开花的情况呢，我们没有花来看，我们就来看一看练功的一些兰花影片。那我们就从最有故事性的一颗说起吧。那第一颗兰花呢，是一颗小苗哦。这一颗兰花是一个原生种，它是白化的贝丽娜。其实这颗呢，我在网络上购买的时候呢，是跟一个卖家eBay 上面的卖家购买。那时候网络上的照片看起来它也挺大颗，但是拿到的时候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小。那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呢，它好不容易长出一片新叶子，而且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呢，它也在长，也就是说在长根。那我那段期间呢，其实都不敢去对它进行换盆，因为呢，它这种小苗啊，它的根系不多的情况之下，万一换盆的时候呢，出了问题，根系死掉之后呢，这种小苗如果它不赶快长根系，很容易就会报销。那一直到了2019年的8月初呢，好不容易那个时候呢，它新的那片叶子够大，而且我看它的一些根系呢长得好像比较强壮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帮它进行换盆。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泡之后呢，出盆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呢，其实有一些根系它其实早就死亡了，还好还有2条根系呢，目前是当时啦看起来是有积极生长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刚好在我这边也是夏天，所以呢是一个不错的时机，非常适合的时机来进行换盆换介质。那这一次呢，我选择用水草、水苔来作为它的新介质，因为呢，如果是一样用树皮的话，第一我已经没有树皮，第二我不太喜欢树皮，因为它干得比较快，特别是这种容器这么小的小苗，它呢可能2-3天我就必须要给它一次水，对我来说呢是一个比较繁复的工作。那因为它根系也没有很多，所以我就必须要用一个 A ounce 的小杯，然后再放到更大一点的杯子里面去把它加高。那这边的蓝色外杯呢，是为了避免青苔，用来阻隔阳光用的。这个只是美观上的一个优化，如果你对青苔不介意的话，其实不需要这个外杯。那我们的第二颗呢，是从另外一个卖家购得的白化贝丽娜。当时这颗我是使用无洞的水苔种植方式来种植，但是感觉它的根系呢一直都没有延展开来，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出盆看一看它根系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它的根系呢大概就只有3条根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呢应该要对它进行一些处理。那这个时候呢是已经清理完，让它静置24小时时候的一个照片。那因为当时水草呢的种植它没有很大的反应，所以呢我后来是用了介质半水耕的方式把它种下来。那其实过了几个月之后呢，你可以看得到它其实是有反应的，它有长叶子，有长新的叶子，也有看到有新的根系正在长，所以是不错的现象。但是呢我后来发现我这边做错的地方呢，其实是它的杯子还是过于大，因为它的根系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常常看到它的这个干湿循环甚至超过2个星期。所以呢我除了要控制水量之外呢，有时候需要到时间帮它施肥反而不行。所以我后来在2019年的8月初的时候呢，
我毅然决然的要来对它进行做另外一次的换盆，因为它的杯子过大，介质过多，而下面的部分常常还是很湿，上面的部分已经出现干燥，所以呢，我就决定再冒一次险，来帮这颗兰花进行第二次的换盆，来看看是不是有能够帮助这颗兰花再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干湿循环的一个平衡点。那这边我又选择回来水苔，原因是因为呢，当时我在帮这些兰花做换盆的时候，其实我准备的材料其实就是水苔，所以我为了方便起见，我就决定还是用水苔把它重新来试试看，希望它呢这一次因为叶子长得比较大了，根系长得多了一些呢，看一看它是不是对这一次这个无冻水苔的种植方式呢，就是刚刚第一次它种植的那个方式呢，有没有比较好的反应。这一颗跟前面那一颗呢，都是属于非常小的小苗，都还没有成熟，所以至少都要2到3年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啊，其实呢，在购买兰花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成熟株，因为呢，小苗的投资报酬率真的很低。今天的第3颗兰花呢，其实它有一个小名哦，是黄色的小马克。那这颗兰花，它的花就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给你比较一下，这个是一般的小马克白底，那另外那颗是黄底。那这颗兰花呢，黄色小马克这颗它也是有续花性哦，它当时2个花梗长得非常的长，但是呢，它后来啊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渐渐的枯掉，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把它的干掉的花梗给剪掉。当然在出盆之前呢，一定要先泡水这样子比较容易能够把水草呢清洗的干净一点。那像现在这边呢，它的一些额外的屑呢，其实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拿到洗手槽，然后用大量的水来把它冲洗干净。这颗的根系不错，那我也是用水草来帮它做换盆的动作。那这次呢，我也是用无冻的水草种植方式来帮这颗兰花进行换盆。那这一种方式其实它最重要记得的就是你的水草千万不要压得太紧实，因为呢它还是需要空气的流动所以这个水草的这个放进去一定要放得非常的蓬松松软，才能够让这颗兰花比较容易好好的生长。那像这样尺寸的兰花给水一般来说就是1/8杯的水应该就足够了。接下来的2颗呢，是我的迷你型的万代兰或者是千代兰，它们当时呢其实长得不是很好。那我当时用的这个 microfiber 那种布啊，它其实吸水性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是要常常为它们进行喷水或者是泡水的动作，那我觉得相当的繁复，所以呢我就想说还把这个方式改掉，然后用别的方式看看它呢是不是根系会长得比较好，然后呢我也不用常常的为它们进行喷水给水的动作。刚刚我说的 microfiber 应该中文台湾应该是叫做魔术毛巾那个比较品质好的，它的吸水能力的确会比较好，我用的这个品质比较差一点，所以它的保水度吸水度都不佳。这2颗兰花买回来的时候呢，都还是属于小苗，当然它的尺寸本身就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呢我的环境，而且我没有把它养在外面，所以呢这2颗目前长的状况都不是很好。我这次对它们的换盆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把握，因为呢其实这种兰花还是比较喜欢裸根生长，但是呢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能够常为它们浇水，所以这样的换盆基本上有点像是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这颗兰花呢，其实台湾人应该也不陌生它是日本风兰。我这一颗啊已经养了3年，当初买回来的时候就是一片小小片一扇的这个小兰花，3年才好不容易又长出了另外2扇还3扇，但是它的根系一直都没有很好。那当时是用了这个无机介质，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决定把它种回去一般大家比较常对这种兰花使用的介质，也就是水草。那这种兰花呢，其实因为这一颗我在猜它的年纪还很轻，搞不好还不是成熟株，所以呢
还要继续耐心的等待，它什么时候会开花，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已经3年了，所以养这种兰花，如果你不是买成熟株，买比较成熟、比较大株的兰花，你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耐心。其实我当初买这颗兰花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我对它这一种兰花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从来都没有养过，想要试试看。但没想到啊，我购买的这个商家他都只提供小苗，所以呢真的是小的可怜，然后3年才长这个样子。所以基本上呢，我每次看它的时候，我都把它当作观叶植物来欣赏了。然后它什么时候开花，有开花不开花，就这样吧。接下来的这颗万代兰种类的兰花呢，叫做 Vanda Green Light。这一颗呢，其实它的一个亲本啊，就是刚刚的这一种日本枫兰哦 ，Neophanetia falcata。然后呢，它当时我种的时候是直接用水培的方式种这颗兰花。它当时这个是它之前开花的样子。这个兰花呢，它当时我记得那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有柠檬味，然后也有一点茉莉花的味道。那它开的花期也相当的久的哦。那这时候呢，它从那时候开完花，它就陆陆续续的一直在长侧芽，也长了很多的根系。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啊，这颗兰花其实水培因为我会加一些肥料，它不喜欢，非常非常的不喜欢那个海带的萃取物。每次我加进去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根系在生长的根系根尖啊就会停止生长。我甚至还调低了浓度，都一样。所以呢，经过了一些测试，然后我后来发现它隔了1年半都没有再开花呢，我就觉得我想要把它改一改种植方式，看一看呢，在我新的家里面这个环境，它是不是因为不同的种植方式呢，会不会再有不同的生长状况。这颗兰花其实我觉得它的养分应该是够的，但是呢，我觉得它的这个生长条件需要更多的阳光，那是我这边环境上面呢可能比较不足的地方，也是为什么它可能已经1年半没有开花的原因。那最后呢，因为我还剩下一点点小水草，所以我就把另外一个别人给我的小兰花苗，其实这颗兰花苗看起来有点可怜哦，因为它其实当时状况不是很好。那因为太小了，所以我必须一半杯子的2/3还用发泡炼石，另外1/3呢用了水草填补，然后还加了一个小盖子来增加保持它的湿度。将来这几颗兰花如果有更好的进展，我也会跟大家再来做更新的。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